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月1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21.07，收盘价是118.85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22.76，最低价是在114.92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676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8 倍，量缩。KD 值开口基本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是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是上行。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的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1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依然是一根十字线，它是一根红色的十字线，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后的横盘中。那我们说，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继续出现一根十字线，那并且呢，当日的这根 K 线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在这个地方又得到了支撑，那说明股价在等待向上或向下的突破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是我们预测会出现向上突破，收盘价会在127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收盘价会在108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实际在1月10日收盘价是在118.85，出现了横盘。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分析也是说，当日的 K 线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得到支撑，并且呢，我们会看到 KD 值和 MACD 呢，它的技术指标都是向上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股价后续的上行。那对于1月11日股价上行的目标依然是124.48，是这个水平线。那我们说这个水平线是12月30日和1月3日两根 K 线定义的盘整区。那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突破这个盘整区的上限。那再向下的一个目标就是要重新站上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129附近。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到129。好，那这是股价向上的第二个目标。那我们说，如果股价能够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那后续将有可能会转为多头的趋势。那不过在股价上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由于连续2个交易日的横盘那我们可以确认这个124.48这个水平线它将是一个强压力。那如果站上它，我们说继续向上的动能将被增强。但是如果说遇到这个124.48而不能突破，那我们说股价有可能会遇压而反转向下，所以124.48将是强压力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的下行当然就是要跌破
这个横盘区域的下限是 104.64， 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当然，如果要突破这个下方的这个目标啊，我们说对于1月11日来说，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、5日均线值，包括这根 K 线的最低，那我们会看到这个缺口还没有被完全回补。那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区域啊，将会是一个支撑。对，那股价呢，我们说很可能遇这个支撑呢而继续反转向上，或者说是继续横盘。对，所以这个区域将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。好，那我们说，如果股价突破了这个比较强的支撑，那说第一个目标，我们刚刚说了，就是要突破这个横盘区的下限。那这个横盘区域的下限如果是被突破呢，接下来的目标将是这个94这条水平线。94是年 K 线图当中的10均值。对，那我们说这是第二个目标。在到达第二个目标之前呢，我们说100关口啊将会继续成为一个强支撑，也就是在100关口附近呢会有比较多的买盘。那一旦100关口被跌破呢，那股价一定会去测试94，甚至是继续向下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下行。那对于11月11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这个1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下限。我们调整这水平线在114附近。对，好，那对于1月11日盘中，我们如果股价出现下行，我们要特别关注这条水平线。那实际上我们也会看到，这条水平线又是我们这个定义的横盘区域的一个中线。对，所以说对。日内我们观察它，一旦股价跌破了这条水平线呢，我们说将会测试这个盘整区的下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11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说压力位，第一个压力我们说是从前高，也就是说122。到上方的104，这是第一个压力区间。然后第二个压力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129附近。然后我们再给出第三个压力位呢，我们取12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136。好，这是上方的三个压力。下方的支撑呢，我们说是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114到118之间。那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呢，是在115到117之间，在这个5日均线值范围内，包括前低104.92。对，所以第一个支撑就是5日均线值的范围是在114到118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第二个支撑就是下方的104，然后是100关口，再给出一个支撑就是94。对，这条水平线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11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我们预测两个可能，一个是可能是股价会向上突破，另外一个可能呢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对，那第一个可能向上突破，我们会给出两个点位。好，我们先来说第一个点位。那股价如果向上突破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17。对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最高上方会到达125，收盘会收在123附近。对，那第一个向上突破实际上是突破的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对，但是并没有突破这个横盘区。那这是也就是股价向上突破的第一个点位。另外一个点位呢，我们要给出一个条件，就是说另外一个点位呢，
是股价有可能会是高开盘，然后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18.5，在这个位置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31，收盘会收在130附近。对，那它的条件呢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18.5的。那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向上的突破。这个向上突破，我们指的是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的2个点位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117，在这个位置。它有可能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呢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08，在这个位置。收盘会收在108.5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可能呢，我们也给出条件，它必须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17的。那满足了这个条件呢，我们说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收在108.5附近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月1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